在山西太谷的深山里，发现一座古老的山寨建在山顶之上，三面悬崖峭壁，地势极其险要，易守难攻。院内有大小5个院子，占地近7亩。当年修建花了70万两白银，耗时5年打造。它就是山西太谷的青龙寨，原名千善庄，是100多年前三多堂的主人曹氏建的避暑山庄。在1940年被日军攻破，但是攻入之后却发现山寨空无一人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现在呢我就直接来到青龙寨的寨门口了呀。我后方的话就是它唯一的通道，它的大门口。现在呢我们就进到内部去看一下。在外面呢我们就能看到这个墙，它非常的高啊，这个地方的话有10多米啊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防御作用。而且它这个城墙非常的坚固啊，全是靠这种大青石堆起来的。我们看看它这个门这个地方的话应该有8米左右，但是它非常的厚啊。我们能看到它这个门的厚度的话应该有6、7米啊，而且有2道门。上方的话刻了有青山庄3个字啊，因为以前这个地方就叫青山庄，后面当地村民觉得这个地方这个山像一个龙头，所以改名为青龙寨的。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第1道门。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横着的石头，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第2道门了。这个门的话，应该就是以前的，应该是以前的吧，看着像挺古老的样子，但是这个厚度不是很厚啊。第2道门嘛，又没必要那么厚了。应该第1道门的话，以前是非常的厚的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进来了。这右手边的话，有一个窑洞啊。但是边上的话已经垮塌了。这个窑洞的话，应该就是以前就是守卫这些人居住的呀。刚好在这个地方睡觉的话，就给他守这个门了。我们往上面走。这座国宝的话是花了5年的时间啊，耗资了70万两白银，然后才修建的。现在我们就看到这边上有一排排这种类似窑洞的建筑，它就是仿的，全是靠这种石头堆砌的。上方的话还有4个大字啊，应该是山外青山吧，那4个字啊，4个大字。它这个窑洞的话，全是这种青石，你们看。它这个地方看着是住人的嘛，这个位置，就按是住人的话，应该是住下人那些的。这边的话应该也是，曹家主人的话肯定是住在内院里面的。我们先看一看它的这个城墙，这前方的话也是连绵起伏的大山呢，风景的话也是非常的漂亮。以前曹家人修这个国宝的原因的话有2点啊。第1点的话就是为了避暑啊，就是上面的话因为比较高嘛，是非常的凉快。第2点的话就是以前在乱世嘛，就是为了躲避战乱，然后才修建的。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正门的位置了，而且这个留这个凹槽的话就是站人的，如果有人想攻破这个寨门的话，这个地方就可以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了。我们看到前方这个墙的话已经塌掉了，塌掉的话我们就能看到它的厚度，这个厚度的话有1米多呀。这边的话也是堆了很多的这些木材，这个不是木材吧，应该是以前建房子的，但是塌掉了，感觉还有被那种火烧过的痕迹啊，因为以前这个地方的话是被火烧过，好像是。我们到这上方去看一看。这个位置的话，以前应该也是住人的，就是住曹家的下人，就是丫鬟呢，干活的那些的人。他们主人的话，曹家主人的话是住在最里面的。这些地方的话，我们就随便看一下吧。我们主要是看看它内院。听说这里面的话，它什么马厩啊、碾房啊，
然后还有下棋的地方，就是生活设施的话是一应俱全的，而且有5间院子，里面的房间也是非常的多。我们能看到这院子这些枣树啊，都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。但是这个建筑的话，看起来有点像马厩啊，不太像是居住人的，关马的地方有点像。它这个每座房子的话，都边上都有这个像城墙一样的，就是墙嘛，而且都非常的厚，全是靠这种大青石堆起来的。我们能看到，进来之后能看到满地的这些石头啊，这些石头的话就是以前的建筑，然后已经被拆掉了呀。应该是以前被破坏掉了，然后满地都是。因为能看到这些石头的话，都有开凿的痕迹。这边这个石头的话，就非常的漂亮了，有雕刻过，这应该是住处石啊。这里还有一个圆圆的，这里有一个很大的，这个有点像鼓啊，就是可以敲的那种鼓。你们看下面它这个一点一点的，就像一个石鼓。不知道是干嘛用的。这里还有一个大缸啊，一口大缸。这里也是有一个圆圆的，这是住处石吧？你看这些石头都是雕刻过的，而且这些花纹的话，雕刻来非常的漂亮。我们看看这边。这边的话也是里面长了一些树，我们直接到内院里面去吧，就不在这些地方浪费时间了。这些位置的话，应该都是下人居住的地方。我们走进它真正的曹家内院了。你看这些大青石，从山脚下运上来的话，也是非常的不容易啊。我们就光看这些石头，就能看得出来，当年曹家是财力非常的雄厚啊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孔啊，我们能看到外面有亮光。这个孔的话就是射击孔吧，因为这个位置我们就能通过这里看到外面那条路。如果有人走上来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射击的很好的位置。这个路的话，应该就是以前的这个样子吧。它这个凹凸不平的话，可以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。这个地方以前应该是有一道门的，但是两边的话已经拆掉了。这里面的话就是曹家的内院了。我们要不然先到城墙上去看一看，因为我好奇它后面啊，我看航拍的时候，那后面的话那座山下方的话，那个高低落差是非常的高啊。它这个修的跟城墙一模一样啊。这边上的话刚好可以站一个人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防御作用。而且你看它这些大青石，非常的坚硬了。只要是没有人破坏的话，它这个地方是稳如泰山，不可能塌掉的。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的话，下面的话就是他们的窑洞啊，就是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是房子吧。这上面的话应该是没有建筑的，但是这个地方有一堆废弃的，这是石磨吧？这个小小圆圆的，不知道干嘛的。我们去看一下这后面这个地方的悬崖的话是非常的高。这个地方有一个孔是干嘛的？这个是能看到底下有亮光，这应该是通风孔吧？因为下方就是他们的仿的那种窑洞，就是人居住的地方。好，我们能看一下这外面。哇，这个地方你看高不高？双脚发软啊！它这座山的话也是非常的高啊，在这上面的话也是非常的凉快。曹家人真的是太会选地方了呀！这才是真正的避暑山庄。
而且也很安全。修了这个城墙之后，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防御作用啊。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他们的屋顶了，它这边这种屋顶的话，也是用这种木材的。下面的话放一排这个木棍，然后上方的话再铺上这个泥巴。这个地方的话就过不去了，我们直接下去看看它房子内部。哎，这个地方挺有意思的，上面的话有个很高的这个山包呀。这个是他们堆砌的，还是以前在山顶上就有的？那个地方可以过去，我们过去看一看。它这下面就是他们居住的地方，我们能看到刚才走路的地方，而且上面非常的厚啊。走在上面的话，感觉非常的结实。这上面的话也是杂草丛生。这边这一间房间的话已经塌掉了，它这个上方的话，这个厚度我们能看出来还是挺厚的。你看，它这个厚度的话，应该都有快3米了，2、3米吧。而且这里面有很多的这种大树。这个地方我们刚好就可以走过来，但是他看这个石堆的话，不像是堆砌的呀，感觉有点像以前这个山上就自然形成的，自然就有的。我们到这上面看一下，因为我看到它这个地方是有路下去和上去的，我们上去看看。修好的石梯，直接走上来就好了。我们能看到这里有的话，有这种人为雕刻的石头啊。以前这个位置的话，不知道是干嘛的，但是现在上面成了一个小土堆。边上的话，你看这些石头都是人为堆砌的。哦，这个地方应该以前是有一个田子，我感觉就是在这上面可以下棋的，在这上面下棋啊，然后喝茶什么的。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这座山顶上的这个古堡的最高处了。我们来环顾一下这个四周。这边的话就是入口上来的位置，你看它这里面的房间的话是非常的多的，这个高达有几十间啊。它的上方的话居住个200、300人是没问题的，因为它不可能说每个窑洞只睡一个人嘛，有时候一个窑洞就可以住1家人了。因为它这里面的房间的话，大部分都是这种仿的窑洞。跟我们的南方那种建筑是完全不太一样啊，它这种窑洞的话是那种豪华版的窑洞，靠石头这种堆起来的，不是靠那种山然后依山而挖的那种。好，我们先到这边看，你看这些的话都是以前这些建筑然后掉下来的石头，到处都是堆积如山呀。旁边这个木板的话，应该就是屋顶。你看这些石头全是有雕刻过的。这边的话就是房间了。这个房间的话，它有2扇窗户啊，这个地方就是正门。我们进去看一下。它这个地方的话，反正每个地方都全是靠这种大青石，非常的厚啊。它这里面的话，以前应该是覆了有一层这种像泥巴一样的，但是现在脱落了。这个地方被挖了很多的大洞啊，不知道是干嘛的。你看这么多大洞，难道是老鼠打的吗？这后面也是，以前用那个泥巴给它覆了一层，还给里面给它装修了一下。这里面这个房间的话，就好像没有窗户，窗户是关着的嘛，好黑呀。我们用大概看一下，也是什么都没有啊，只是有一些木材跟那个石头呀。我们看看外面去吧。感觉长得好茂盛。这边上的话堆了很多的，这个是啥呀？它这个是石片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看一下。
哦，它这个是烧制过的，这种是石头还是砖呀？感觉好坚硬的样子，但是也不像是那种天然的青石呀。这边也是堆了很多，应该是以前留下来的吧。我怎么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现代的这些垃圾啊？全是这些纸盒子，而且地上还有很多的牛粪，牛都跑这里面来了吗？哇，这里面也是乱七八糟的，全是这些废弃的以前这些木材啊。我们再去看看那边，它这里面还有那种祠堂的，在山顶上居然还建祠堂。我们看看那个祠堂在哪里啊？它这个房间真的是非常的多啊，有5间大院子。我们看看这个地方，这个窗户的话，这应该是以前的吧？以前留下来的这个位置。它这里面的建筑的话，全是像类似这种大窑洞的建筑啊。这边的话有一个很小的房间，这个是干嘛的？我们看一下。这个地方也隔下，这应该像个厕所吧？还真是厕所，你们看，它居然是那种青石雕刻的一个洞，这也太豪横了，真的是有钱就是任性啊！古人的时候他们就如此任性嘛，厕所都是这种大青石雕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这个地方长了一棵大树，这边的话又是一间，这个应该就是他们自己住的，一间的话应该就是一个人，然后有2个窗户。吵架的人住的房子应该就是，但是这里面的话全是堆放这些木材啊。你看以前的话那些有雕刻的，这边我看到还有烧火的痕迹啊。以前这个地方是个厨房吗？可能是厨房吧，这个位置，因为我们也搞不懂他这些房间，不知道哪个是住人的，像这种应该就是住人的。他厨房在哪里？这个也看不出来了。现在主要是我是南方人吧，不懂北方的建筑，他们建筑的格局风格完全不太一样啊。它这座古堡上面的房子的话，就是跟那个窑洞一样的那种手工版的窑洞。这边也是有几个房间啊，这边就有2个门、3个门吧，那边应该以前还有一个门，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它这个的话深度就比较深了，这应该有个7、8米嘛，7、8米。这里面有一个很大块的石头啊，整整齐齐的。我们能看到以前的门，他们的这是窗户还是门，雕刻的有花纹。壁上这些全是以前留下来的，这应该就是以前最开始的建筑了。这里面的话，到处都是大坑了，好几个大坑，你们看。它以前这里面的话也是有装修的，但是它弄的话，这个就是那种靠那个泥土跟稻草搅拌在一起，然后给它附在那个里面的。他们摆放这种窑洞的话，都是靠这种要敷一层泥巴的，靠那个稻草跟那个，就是古代版的装修嘛。还是给它装修一下，不能直接入住。里面是那种青石呀，大部分的窑洞的话都是靠挖的，里面的话全是那种泥巴。这里面好黑呀，这个地方可以直接过去的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没有。这个位置不知道以前是干嘛的呀。好黑呀，这里面，上面还有写了一些字，那是小孩写的，应该是。
好，我们出去吧，这里面也是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能看到这些满地的大坑。这些大坑的话，不是老鼠就是寻宝人啊。这里面太大了，我现在已经走了一圈了之后还没走完，才走了一半吧。我们继续往前面走吧。我怎么感觉像迷路了呀？我没有迷路，这边的话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我们从这边走。哦，这个地方就是以前的池塘了。这里面的话，现在还长了一棵大树。这个树的话，可能以前就有的。里面的话，以前是有水的，应该也是养的有鱼啊，那种观赏鱼，这里面应该养的有。但是现在的话也废弃了，没水了。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石林子，这边的话也是有3间房子，左右两边都有，前方还有。我们先看看这左边。你看这个地方有牛粪的，这个牛还真有牛跑进来。它上面这个横梁的话还是非常的大的。我们看到这个地方还有2个推车吧，但是已经锈迹斑斑了。这间房子的话看起来挺豪华的，这个窗户也是以前留下来的，非常的漂亮，很精致啊，做的。这里有2棵大树，边上还有一个塑料的大桶吧，那个是。我看到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坑啊，你看这个地方都被翘起来了，闭嘴。这个门槛这个位置，直接把这个石头给它挖起来了。这间房子也是挺深的，挺大的，这里面的话到处都是这种乱石。我们看看这里面，上方的话这些都快要脱落了，只剩一点点了，大部分都已经脱落掉了。它这些房子的格局的话，都相差不是太多。这里面还有电线，以前这里面还通过电吗？难道？这里还有一个电视机的壳，这个是老古董了。这个是以前的那种电视的外壳。难道这个地方后面有人居住过吗？应该是啊，应该后面这个地方是有人居住过的。我看到这些废弃的东西的话，不像是以前的，100多年前的话没有这些东西的。它这里面应该是有一个后门的，要不然当时鬼子攻打上来之后，他们从哪里走的？上来的话空无一人。我们去找一下那个门在哪个位置。这个位置的话，就是我们最开始进来的那个位置，前方就是那个下去了就是大门了。那个位置的话，就是刚才我上那个城墙上面的位置。我们先看一下这边，这边还没看呢。然后再去找一下他们的地下通道在哪里。这些以前也是有建筑的，已经被拆掉了。这个地方又是一间的院子，两边的话也是有3间房子。这个是梯子吗？这个是梯子上2楼的，搭了这个架子。我看到这边怎么过去啊？这边好像还可以过去的，因为这个地方的话有堵城墙了，但是对面的话还可以过去，应该从这边好像可以上去。我们看一下。哦，现在我又上来了。哦，最开始刚才我走到那边就没走过来，那个地方因为过不来。这就是另外一边。我怎么看到这个地方有很多铁架子？
这个是以前的吗？还是后面弄的？这个是提架子呀，这是。我们看看这边是啥。哦，这个位置就是最开始我们上来的时候看的那个位置，原来是在这里啊，那就没啥可看的了。那我现在去找一找它那个后门吧。前面这个地方的话，就是它的后门吧，应该是。然后就是通过这个地方，然后还可以下山。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有一道门，这边上的话也是有很多的杂草啊。但是这个地方下方的话也是悬崖，但是他们搭了有那个栈道啊，栈道的话已经拆掉了，只剩下那个提架架了。那个我们从这边看吧，这里看不清楚。在这个地方我们就能看到这一排这个栈道过去的，他们以前的话就通过这个地方下山的，遇到危险的时候。这座古堡呢，我现在已经走完了。虽然现在到处都是残垣断壁的话，但是我们依旧能看出以前这个地方是有多么的辉煌。以前的曹家的话也是热闹非凡了。当时建筑这个古堡的话，也是花费了很大的人力和物力，才能把它建成这个样子。如今的话，就真的只剩下回忆了。好，今天的探索的话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